听到这里，叶晨才明白周良运被关进布鲁克林监狱的始末，他不禁感叹，我原本还诧异，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实力，如果您真偷了他们的东西，他们完全没必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，原来是您自己主动报警自首。没错，周良运点点头，无奈地说道，在美国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虽然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，但前提是不可引发众怒。我是偷了他们的东西没错，但我既然主动自首，这件事就必然要走司法程序。这种情况下，就算是他们，也不可能直接把我抓走。我好歹也是有些名气的古董商人，认识不少上流社会的人，如果他们抓了我，并且滥用私刑，一旦消息走漏出去，美国警方的脸面都会丢得一干二净。所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也只能退而求其次，让法院把我关在了这里。而且他们就算在折磨我，也不敢杀了我，因为我只是被判了15年监禁。15年后我没从这家监狱走出去，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法给民众一个交代。叶晨坚定地说道，周叔叔，我今天就带您离开这里，至于罗斯柴尔德家族那里，我自会去跟他们说清楚。万万不可！周良运脱口道，少爷，我是因为盗窃罪被关进布鲁克林监狱的犯人，如果您今天把我带走，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不会善罢甘休，而且一定会拿我的家人开刀。更重要的是，一旦我走了，我就成逃犯了。虽然那4方宝藏原本就属于华夏，但也确实是我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手里偷走的。美国法院判我入狱，我心甘情愿认罪伏法，但我绝对不能再背上一个逃犯的骂名。叶晨有些担忧地说道，周叔叔，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得不到4方宝藏，他们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如果你还有10几年的刑期，那这10几年一定会非常艰难。不要紧，周良运微微一笑，认真道，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考虑过后果了。既然这件事情已经曝光出去，罗斯柴尔德家族肯定不会也不敢直接杀了我，他们现在想要的就是拿回那一尊4方宝藏。所以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让4方宝藏重回华夏。一旦4方宝藏物归原主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就算再不要脸，也绝不敢向华夏讨要原本就属于华夏的文物。当罗斯柴尔德家族意识到这尊4方宝藏再也不可能回到他们手里之后，他们就不会再想着从我身上做文章了。我老老实实服完刑，就算罗斯柴尔德家族继续刁难我，也不敢真的把我怎么样。更何况到时候就算他们杀了我也没有意义了，杀了我也根本不可能让他们重新得到4方宝藏。说着，周良运看向叶晨，恳求道，少爷，在下刚才说有一事相求，就是求您能帮忙把4方宝藏带回华夏，这是华夏先祖的国之重器，理应回到故土，为江山社稷尽一份力。叶晨没想到周良运人在海外却如此心系故土，感动之余也不禁点头说道，周叔叔放心，我一定把4方宝藏带回华夏。我有一位朋友刚好有比较高的关系，可以通过他把4方宝藏捐回去。叶晨此刻想到的便是林婉儿的养子之一孙之洞。4方宝藏既然是国之重器，自己当然没有资格据为己有，通过孙之洞将它交给华夏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璧归赵。周良运此刻也是激动不已，开口道，一切就拜托少爷了，4方宝藏回归华夏，我在美国服完15年刑期，这件事便算是各不相欠了。叶晨认真道，周叔叔，英国人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华夏掠夺那么多的历史文物，别说过了100多年，就算过了1000年，抢来的依旧是抢来的，就算过了1000年，该是华夏的文物也还是华夏的，早晚也都是要回到华夏去的。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让您服满15年刑期，我叶晨第一个不答应。您放心，我会想办法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放弃追究您的刑事责任，
让他们撤回这桩盗窃案，还您自由。周良运忙道：少爷不必为了我这点事去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纠缠，更何况当年您父亲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多多少少也算是有些过节，新仇旧恨，到时候反而给少爷您带去不必要的叨扰。叶晨摇摇头，没有说话，但内心却主意已定。周良运见叶晨不再回应，不禁叹了口气，换了个话题说道：少爷，除了在下进监狱的原委，您肯定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在下吧？叶晨点了点头，如实道：是。不相瞒周叔叔，看到您和我父亲的合影，我心里有无数疑问。我最想知道，您为什么会到吉庆堂宫做，而九玄天金跟您以及我父亲到底有怎样的关系？周良运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：我之所以会去吉庆堂，是因为我答应了您的父亲，要在合适的时候把九玄天经送到您的手里。叶晨心中一震，这个回答虽然当他感到震撼，却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。他早就猜出自己能得到九玄天经，必定与父亲有关，只是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早早安排一条时间跨度差不多20年的线索。毕竟父亲去世就是20年前的事情了，那时候自己才刚刚8岁，而自己得到九玄天经的时候已经27岁了。于是他忍不住问：周叔叔，我想知道，是我父亲告诉您要到我27岁的时候再把九玄天经给我的吗？不是。周良运说到这里，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，高声道：您父亲当初交代我的事，待您困龙升天时，我定要将九玄天经送到您的手上，祝您生龙一日同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，19万里，90万里，900、9000万里。